有个时候，焦萨罗国的波斯匿王来到佛陀的住所，顶礼佛陀后，波斯匿王在一旁坐好，他对佛陀说：世尊，我独自静坐的时候，心里面升起了这样的念想，什么样的人是让大家喜欢和拥护的人？什么样的人是让大家不喜欢、厌恶的人？世尊，我自己是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的：世间的任何人，只要他们的身体行为做损害别人利益、伤害别人身心的等等恶行，他们的嘴巴说恶意诽谤别人、恶意咒骂别人的等等恶言，他们的内心升起伤害别人、陷害别人的等等恶念，这样的人，他们就是大家不喜欢、厌恶的人。就算他们自称我们是让大家喜欢的人，然而他们的身体行为、口说言语、内心升起来的念想，这些都是让大家不喜欢、厌恶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将他们对别人做的这些恶行、恶言、恶念强加在他们自己的身上，让他们去承受和体验这些恶行、恶言、恶念，他们就会不喜欢、厌恶对他们施加这些恶行、恶言、恶念的人。转换一下他们行为、言语、念想的角色，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这些恶行、恶言、恶念是让人不喜欢、厌恶的。世尊，同样的道理，任何的人，他们的身体行为做的是利益别人、保护别人身心不受伤害的等等善行，他们的嘴巴说的是宽慰、鼓励别人、真实赞美别人的等等善语，他们的内心升起的是利益别人、保护别人不受伤害的等等念想，这样的人就是让大家喜欢和拥护的人。就算他们自称我们是大家厌恶的人，我们是大家不喜欢的人，然而他们却是让大家喜欢和拥护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将他们对别人做的这些善行、善言、善念强加在他们自己的身上，让他们去承受和体验这些善行、善言、善念，他们也会喜欢和拥护对他们施加这些善行、善言、善念的人。转换一下他们行为、言语、念想的角色，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这些善行、善言、善念是让人喜欢和拥护的了。大王，正如你所说，就是这样的。大王，世间的任何人，他们的身体行为做恶行，口说恶语，内心升起恶念，他们就不是让人喜欢和拥护的人。就算他们自己说我们是让人喜欢和拥护的人，然而他们仍然不是让人喜欢和拥护的人。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当他们转换一下角色，把他们对别人做的这些恶行、恶言、恶念强加在他们自己的身上，他们就会厌恶和不喜欢对他们做出同样恶行、恶言、恶念的人。所以身体行为做恶行，口说恶语，内心升起恶念的人，是让人厌恶和不喜欢的人。大王，同样的道理，世间的任何人，他们的身体行为做善行，口说善语，内心升起善念，他们就是让人喜欢和拥护的人。就算他们自己说我们是让人不喜欢、厌恶的人，然而他们仍然是让人喜欢和拥护的人。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当他们转换一下角色，把他们对别人做的这些善行、善言、善念强加在他们自己的身上，他们也会喜欢和拥护对他们做同样善行、善言、善念的人。所以身体行为做善行，口说善语，内心升起善念的人，就是让人喜欢和拥护的人。大王，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是让人喜欢和拥护的人呢？那就是身体行为不要去做恶行，口不说恶语，内心不升起恶念，不与这些恶的行为、言语、念想有什么关联。如果能够做到，自己就是让人喜欢和拥护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做恶行、恶言、恶念的人会伤害到别人，这些被伤害的人会报复伤害他们的人。做这些恶行、恶言、恶念的人，他们自己也会沉浸在贪欲、愤怒、不明事理的愚痴之中，所以他们无法获得安乐，他们的行为、言语、念想都会被贪欲、愤怒、愚痴牵着走，无法获得自在的解脱。当他们死亡的时候，离开人世的时候，他们通过恶行、恶言、恶念获得的这些财物、人世，有哪一个是他们能够带走的呢？有哪一个是他们真正能够永远拥有的呢？
他们死后真正能够带走的是什么呢？什么才能如影随形的在他们死后一直在他们的身边跟随他们而去呢？大王，只有在世间的善行、善言、善念所种植下的福德，只有在世间的恶行、恶言、恶念所造下的罪业，这两者是可以在死后带走的。这些行善是培植出来的福德，做恶事造下的罪业才是自己真正可以在死后带走的东西。世间人死后就带走这些福德和罪业离开人世，这些福德和罪业在世间人的身边如影随形，在他们死后跟随他们而去。因此大王应该多做善事，为未来世积聚福德和功德。这些福德和功德的多少决定了未来世所生的类别。福德功德浅薄、罪业深重的人下堕地狱、畜生、恶鬼三恶道，他们在痛苦和烦恼中煎熬。福德功德深厚的人会上升到人道、天道，甚至于从生死的轮回中永远的解脱出来。所以大王要尽快的在有生之年多行善事，为自己多种植福德和功德，这样才不会在未来世下堕到三恶道去受苦，这样才能让自己在未来世再次为人，或者让自己上升到天道，甚至于永远从生死的轮回煎熬中解脱出来。这时佛陀说偈言：知自可爱者，勿自怜结恶。以行恶行人，难得于安乐。所求于死魔，以舍生命者，有何是彼物？彼行前取何？功德恶之二，是人此事作。此为彼身物，彼行而取此。如天影之行，此二从随彼。是故以行善，为善积未来，功德于后世，乃人度今头。